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二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有个大豪宅，却天天住在厕所里，睡觉在厕所，吃饭也在厕所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还说厕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着什么东西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厅那都算是旅游了，还会给客厅喷一种神秘的液体。白天大妈很反常的出门了，她来医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，一见面丈夫就哭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大妈说她房子有毒，还说是邻居往她家放的毒气，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气，让她无法安心睡觉。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个缝隙，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，因为厕所的气味最小，就成了她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证据确凿，但节目组却什么都闻不到，用专业仪器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味，甲醛也没有超标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家，也不像大妈说的那样，大妈之前还报过警，警察也检查过邻居的房子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大妈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就慢慢产生幻觉了。医生说大妈需要人陪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变成走访问问节目组，陪大妈聊天，给大妈按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了，她开始正常的做饭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给工作人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任何异味了。大妈终于走了出来，看到没对象的赶紧找个吧，不然老了真的会很孤独的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万个曲别针做的衣服，衣服重达50斤，就这样在家里穿了10年，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被装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盖着，窗户也被封上了，洗澡也不脱衣服。只见她洗着洗着突然站在了马桶上，她竟说不得不这样做，她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姐说家里有电磁波辐射，让自己非常痛苦，她认为曲别针可以屏蔽辐射，才用曲别针做了这件盔甲。为了验证她的说法，节目组请来专家测量房子的辐射量，结果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辐射。工作人员建议她脱掉铠甲，大姐犹豫再三，决定试一下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进了被子里，表现得很焦虑，还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开始穿铠甲，穿完大姐长舒一口气。节目组找来了心理医生，一番交流下来，大姐突然哭了起来，缓缓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长达半年，她搬过好几次家，都会被找到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自己发骚扰短信，换手机号也没有用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
视。从那之后，他变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于能感觉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他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家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。和大家有相似打扮的，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涂满了沥青，还说自己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他家里也非常昏暗，没有任何一盏灯，插头都被拔了下来，即使是一个信号指示灯都会被他用黑色胶带盖上。电视也被大叔故意砸坏了，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处于失灵状态，唯一有用的就是电脑，但用电脑之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他还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他身体很健康。说话间，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紧紧盯着100米开外的一辆汽车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还说是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塔，以前他就住在这个信号塔下面。他说附近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大叔解释说自己对辐射很敏感，一点点辐射就会对自己产生伤害，为此才戴沥青口罩来躲避辐射。可信号塔附近的邻居却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。专家也解释说，信号塔只会以水平方式发送信号，并不会对塔下的人产生过量辐射。工作人员还用专业设备检测了屋内的辐射量，结果远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自己能感受到辐射，那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后，让他判断面前电脑的开关机状态，结果测试7次，错了5次。很明显了，大叔的问题只是心理问题。要想治愈心理问题的话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对恐惧。他找到心理医生咨询，原来大叔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大叔决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勇敢面对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。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啊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说啊，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那泡沫就给接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。
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过要说奇人，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，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。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，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地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，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。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，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，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，但也值得一看。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，腰板竟然变直了，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，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，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，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。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醒来就变成这样了，就很神奇。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，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。节目组也震惊了，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，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，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，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，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小猫咪果然出现了，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
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，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嗨，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吸铁石，头上总会吸到曲别针之类的小东西，而且还不会掉，走到哪吸到哪，但脑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，而且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痛，疼得她满头大汗，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但机器一直叫个不停，医生刚开始还怀疑她戴了发卡，经过多次检查，医生也震惊了，她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，边缘看起来很锋利，就镶嵌在头骨上，距离大脑不到1毫米，如果穿破头骨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奇怪的是，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，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，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，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，当时没注意，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。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，在体内存在了30年，表面都已经生锈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？经过分析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，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元器件，像吹风机了、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，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手术后大妈状况良好，再次进行 CT 扫描，机器也没有响，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，大妈唏嘘不已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大爷脑袋里也有个东西，大爷脑袋里有一颗子弹，只要一思考，脑袋就会疼。子弹已经存在了40年，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击，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，当时就做了手术，本以为子弹完整的取了出来，但由于最近剧烈头痛，去了医院，才发现脑袋里还有残留的碎片，专家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。妻子很震惊说一直以为丈夫脑袋都是浆糊，没想到还真差点成浆糊。但是现在有个棘手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3毫米，要想取出子弹，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由于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本来子弹都在脑袋里待了4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了，对吧？和他一样，这个男人脑袋里有一颗螺丝钉，而且头上没有任何伤口，不记得怎么卡在里面的。他说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脑袋，当时血流不止，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才发现脑袋里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，不过还好，这东西只停留在了头骨上，医生认为可能是螺丝钉，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没见过这种螺丝钉。母亲也很震惊说他小时候头上没有受过伤，和医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。几个小时后，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，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，确实非常像。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，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，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，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，玻璃已经存在了36年，她却毫无察觉，还说一点都不痛，直到一次健身的时候突然屁股剧烈疼痛，检查过后才发现屁股里竟然有一块玻璃，玻璃距离肠道只有1厘米，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伤到内脏，按说都会出现感染或者肿胀的情况，但大妈36年来没有任何症状，这就很奇怪了。那玻璃是如何进入身体的？大妈回忆说，年轻时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门，当时就腿上扎了一个玻璃碎片，其他地方没感觉到疼，万万没想到屁股上还有一个，就这样存在了36年。下面这个男孩也很神奇，他从8岁就开始脱发，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，眉毛光秃秃的，下巴也干干净净，甚至连睫毛和鼻毛都没有。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，这让他很自卑，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，连帽子后面的洞也要缝起来，永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他说走在街上感觉别人都在议论他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休学了1年，即使在家里也要戴着帽子。母亲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，节目组带他找到毛发专家，检查了半天，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根毛发。专家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治好的。听到这话，母亲激动的哭了，她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决定不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就祝他赶快自信起来吧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
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。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，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过为了健康，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妈只是穿了件红衣服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她，全都是因为她的指甲，她的指甲比你的手还长，足足有12厘米，小拇指却显得格格不入。她说小拇指是专门用来抠鼻屎的。大妈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，即便是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妈也会被吓到。大家都想不通，她为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，而且指甲还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洗头就只能用小拇指挠一挠，打字也只能借助铅笔，剥橘子要用镊子，甚至手套都要先开个洞才可以。她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一次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折断。出门都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指甲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但为啥要留呢？大妈说自己留指甲都是因为一个梦。原来大妈从小就喜欢打扮，有天她做了个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和头发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妈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说来也是奇怪，从这之后，每当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真的会生病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。后来出于敬畏之心，就开始留指甲了。为了让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妈去做了美甲，画上萌萌的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每到深夜，他家卧室的床头就会传来一种诡异的声音，仔细听。把床移开后，没有任何发现，但是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主人说声音主要有2种模式，有时候是哒哒哒哒，有时候是 gay gay gay。我记得只有德爷才会发出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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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怪叫啊，难不成里面住了个德爷？有时候主人拍一下床头，声音就会停止。主人认为里面住了个生物，而且刚买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声音，声音是在2年后开始出现的。为此，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节目组还找来了专业的木工，木工说真的是奇怪，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头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发现木板里面有一个白色物体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后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节目组锯开木头后，果然发现了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，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，你别说看着还挺可爱的，烤着吃一定很香。昆虫专家说，木头被做成床之前，虫卵就已经存在了。之所以2年后开始出现声音，是因为当时环境温度比较适宜，虫卵就孵化了，孵化后就开始吃木头，诡异的声音也就出现了。至于主人说的2种声音模式，是他吃木头时的不同状态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我觉得商家还是挺良心的，起码用的真的是实木材料。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点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轻轻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而且厕所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节目组剪掉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为啥会长头发呢？专家猜测有人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，那到底是谁的头发？他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老公一听直接就说是他的头发。哎，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后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，看又是虚惊一场。然而下面这家的厕所里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厕所住了一个看不见的人，只要关上灯就会传来洗手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，肥皂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，打开灯呢却什么都没有，关键厕所都安装了防盗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啊。这种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在厕所安装了摄像头，一夜过后查看录像，却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，马桶里竟然钻出来一只大老鼠啊！来到地面就开始疯狂破坏，发泄完又
就钻进马桶走了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有一次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，吓得他直接跑到了邻居家上厕所。关键他家在18楼啊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老鼠会游泳，马桶管道只有 S 弯的部位会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来。专家决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但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识到了危险，左闻闻右看看，迟迟没有来到地面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它，它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又溜回了马桶。工作人员决定用另一种方式阻止它，在楼下的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这样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世界安静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厕所里好像也住了什么东西，他家的厕所会叫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咕呱咕呱的声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个黑影从洗手盆里钻了进去，好像是一个小动物，他们壮着胆子决定把这玩意儿吊出来，用绳子把虫子绑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钩。没一会儿果然钻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离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只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虫子吞了，但感觉不对劲又吐了出来。奇怪，家里怎么会出现青蛙？而且他们家住在9楼，这很不科学。刚开始以为是邻居家的宠物，但邻居却说家里并没有养宠物，楼上楼下都问过了，没有人养青蛙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说看着应该是典型的树蛙，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是你这是9楼，树蛙根本是爬不上来的。洗手台的水管和马桶管道还不一样，不可能通过管道爬上来。专家猜测了很多原因，都被否定了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最后主人说之前从家里带来过一些生菜。专家恍然大悟，说蔬菜内部一般都会有虫卵或者小昆虫之类的，这只树蛙应该就是这样来到厕所的。接下来展开了营救，锯开水槽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随后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头和手长在了一起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觉，就算强行把手拿开，但很快又会自己撑起来。虽然睡觉过程中头会不停的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，就算翻个身也很快用另一只撑起来，就很神奇。节目组怀疑他装睡，但老婆说他40年来都是这样的，这么睡40年胳膊真的没事吗？只见大叔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，端起100斤的水桶都轻轻松松。大叔还说这种睡眠姿势不仅手不会麻，还睡得更香了，甚至还救过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呢？他说之前家里闯进一个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附近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他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他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那他为啥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呢？大叔说自己从18岁开始就这样睡觉了。原来40年前经常有人在他家果园偷苹果，轮到他守夜的时候实在太困了，想要睡一会儿，但地板很硬也没有枕头，他突发奇想用手把头撑起来，没想到睡得非常舒服，甚至打起了呼噜。从那之后就形成了习惯。但是这样真的健康吗？来到医院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的呼吸障碍，奇葩睡姿让舌头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有时在睡眠中会无意识的呼吸暂停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改掉这种睡眠方式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不再当睡梦罗汉了。和大叔有类似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睡觉必须要抬腿，还说这样舒服，周围人都不相信，觉得他在装睡。但3个小时过后，大叔就这样一直抬着腿，看起来好像不是装的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让5个人同时抬腿，不到1分钟，有人已经在发抖了。5分钟后，所有人都败下阵来，唯独大叔的腿还在悬空。走近一看，人家已经睡着了，即使在家里那也要抬着腿，被子都被他撑了起来。监控也显示大叔整夜都抬着腿，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迷惑行为？节目组带大叔来到医院，经过长时间的检查，医生说大叔的腿没有任何问题听到这话大叔开心了，不用刻意的改变自己了。而他哥哥的脚更厉害，他可以用脚钓鱼，一天能钓100只，只需要在水里走2步就可以钓到1只鱼。大叔的脚好像有什么魔力，鱼儿都往脚下钻。大叔说这也是要讲究技巧的，要用脚跟走路，只要有鱼碰到脚，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。刚说完就抓到了1只大鲶鱼，就这样不一会儿就抓到了20多只，回家做一顿红烧鱼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，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钓鱼，半天都没有钓上来1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就用脚抓了10多只，工作人员都惊呆了。我感觉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！然而更神奇的还要数下面这个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甚至可以旋转360度，直接吓傻了围观群众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360度转动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，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后面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差点没骨折，他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了看差点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，即使连专业的瑜伽教练看到都被吓了一跳。
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柔软的人，他还教给瑜伽教练一个动作，结果教练根本做不到啊，这就很尴尬了。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能卷出8个花瓣，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的柔软，好像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的是一个奇男子啊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疯狂地用铁锤敲自己，一天要敲1万次，边敲还边笑，甚至脑袋也要敲，即使在店外都能听到敲打的声音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说正是铁锤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呢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疯狂地敲打肚子，都敲出了8块腹肌，胸口再来上几下，胳肢窝也不能少，说这是自己独特的按摩方式啊！不仅如此，说锤子疗法还能帮助减肥，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叔最后在脸上敲了几下后，终于说出了这样做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他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偶然拿起铁锤敲打颈椎，没想到颈椎一下他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了敲打自己的道路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他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大叔还在医生面前展示了锤子疗法，医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的颈椎问题仍然存在，建议大叔立即停止锤子疗法，不然很有可能得关节炎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仪。和大叔有相同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疯狂的用铁锤敲肚子，1分钟要敲80次，肚子都敲红了。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还让工作人员往他肚子上敲，敲完肚子又打了一套太极拳，完事后拿出一瓶白醋，倒了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这种迷惑行为真的是奇怪啊！回家后拿出冰冻的苹果，直接用手指劈开吃，还说手切的好吃，我信你个鬼啊！有区别吗？更奇葩的是，他是个专业的钢琴老师，弹了一手好钢琴，还给节目组展示了一段，看着完全就是2个人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原来他患有小儿麻痹症，从小就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，直到有一次自己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到了自信，从此就这样开始奇葩的运动了。至于锻炼完要喝醋，他说之前经常咳嗽，喝了醋就不咳嗽了，就很神奇。但这种锻炼方式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当着医生的面展示了自己的锻炼方式，医生也看呆了。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发现他的肠胃有一定程度的损伤，要立即停止这种危险行为，不然有可能会导致内出血。最后大叔也表示自己会慢慢改掉这种不好的锻炼方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对自己更狠，他把10厘米长的钉子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，很快就抽出来1管血。就这种迷惑行为，他每天都要做10次，已经做了10年。他还说是为了健康，下班了抽1管，睡觉前也要抽1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啊，怕他抽死了，说他有一次放血过多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钉子救了他的命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再后来他做的越来越极端，甚至往头上钉钉子，这也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还认为是放血带来的，真的奇怪。原来大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呢，他认为自己体内有药物残留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。经过一番劝说，他同意去医院检查。医生看到都震惊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完全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都有可能导致瘫痪。最关键的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，身体没病的话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心理测试，医生说他把心理问题当成了身体问题，错误的通过放血来自救，还试图让这种行为合理化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后就把拔罐器都砸碎了，生活步入了正轨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，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，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，而且地暖早就关了，电源早就拔了，不可能是地暖问题，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？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切正常，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啊，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，
这就很反常了。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，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。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，而是钢架结构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，换上了新的电表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。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他家的墙会拉屎，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5厘米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？有的位置比人都高，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。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？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，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，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。他还安装了监控，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，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决定从便便入手。专家开始收集大便，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全方位监控这条街。一夜过去了，便便再次出现，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，没有拍到任何生物，这就很惊悚了。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，而且还是女人的。那现在好办了，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。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，一夜过去了，果然有收获。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，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。大叔看到都懵了，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，名声很好的，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让她乱丢便便。大叔也很无奈啊，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，想想还是算了吧，最后表示可以理解，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。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，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形状非常不规则，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。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，非常诡异，想想就起鸡皮疙瘩，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，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。来到后厨一看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。员工分析，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，不会没事撕手套的，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，那会不会是人？工作人员试了下，根本撕不开，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，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。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。第二天一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查看录像后发现，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，自己就裂开了，这很不科学，难道真的遇见鬼了？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，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，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，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，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。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，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，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，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，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，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在厕所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他并不是变态，这样做实属无奈，因为他家的厕所有点怪，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哗啦哗啦的洗手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但肥皂上却残留着奇怪的使用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。你要说是有人的话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安装了监控。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马桶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大老鼠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这老鼠来到地面直奔香皂，咔咔造了几口后开始疯狂破坏，嗨完后顺着马桶又走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姐突然菊花一紧，说有次半夜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关键他家住18楼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呢？专家解释说，老鼠是会游泳的，而且马桶下水道是 S 型的，老鼠可以很轻松地顺着管道爬上来，要抓它呢也很简单，一张粘鼠板即可。他们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就等老鼠上钩了。没想到这只杰瑞非常聪明，他意识到了不对，左闻闻右看看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他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，又溜回了马桶。大家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阻止他，在楼下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拉屎了。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
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。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，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，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，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，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，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！但和下面大姐吃的东西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看看下面这一位，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是同样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从来不付钱。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2天他再次出现，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。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，只点
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他很穷。店主告诉他，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已经持续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，发现店主搬家了，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拿着一片白菜叶，节目组想尝试一下，然后就一位客儿打进贝拉万斯。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。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，先喝口温水，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，随后又取出假牙，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，完事再戴起来。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， 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？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，节目组好奇的问她，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？奶奶说，眼药膏嘛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里都能用啊，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，活血化瘀，疏通经脉，而且脚上也可以用，治脚气一绝，今天涂明天好。不仅如此，眼药膏在手，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，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。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。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，她说入口绵柔，回味甘甜，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。又到饭点了，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，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，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。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，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。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，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，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，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。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，结果感觉非常 gay，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。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，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，否则只能等吃席了。奶奶却说，你们试试嘛，真的管用。最后没办法，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明确说道，眼药膏不是万能的，不仅不能帮助她，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，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。听到这些后，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。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，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。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，一口气全部喝掉，然后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。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，生病的时候积极接受治疗，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。最后他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，那就祝他早日康复吧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鳅，从一天吃几根，直到后来的一天一盆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。只见他抓起一只，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接着又吞了一只，怕别人跟他抢，就把盆里泥鳅都装了起来，边走边吃， Q 弹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。吃饭也要先拿泥鳅开胃，母亲很担心他，特意为他煮了一锅香辣泥鳅汤，他连看都没看。他认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母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知道儿子吃泥鳅是为了救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是大叔肠胃不好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，吃过很多药都没什么效果。偶然的一次，在一本古书上看到泥鳅能缓解胃痛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当场生吃了一只。
只能中午吃。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。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。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竟然是为了减肥。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，我都惊呆了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呢，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，增加口感。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。怎么说呢？刘墉都吃不下去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呢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，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呢却毫不在意。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，鼓起勇气尝了尝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甚至死亡。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，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。减肥你可以跳一下《本草纲目》嘛。
满了糖，除了睡觉，基本上都在吃糖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糖罐子，把满满一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。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夹起一片泡菜，蘸上一点白糖，接着就送进了嘴里。这还没完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，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，然后1勺、2勺、8勺，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，倒上一点点水，搅拌一下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还有400块糖果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开什么玩笑，我没有牙，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？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。说起来也是搞笑，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，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。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，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，但是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，但是你有高血压，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。最后大爷表示，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。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，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。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，33年滴水未进。只见他打开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，瓶子就见了底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，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，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。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，他一天要喝3瓶1.5升的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。随之而来的就不喝水呢，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，节目组觉得很搞笑，怎么可能呢？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！为了解答疑惑，他决定现场演示，一口矿泉水下肚，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。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，做完手术后，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，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，只能喝一点汽水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。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，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，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，无法自拔了。接下来按照惯例，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，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，需要尽快治疗。在经过各项检查后，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，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。医生建议他必须停都扔掉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，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。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，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，连续20年喝可乐，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.5升的可乐，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，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。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，他每天都要喝6瓶1.5升的可乐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，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，随时随地补充能量。到饭点了，自然也少不了可乐，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搅拌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，先喝汤后吃饭。你别说，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？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，也就20年吧。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，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。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，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，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，他不得不戒掉酒精，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。这一喝不要紧，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。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，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，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，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，变得很脆，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。接着进入全面检查，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，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，如果不想开席的话，就要停止喝可乐。大爷轻蔑一笑，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。他还说看得出来，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，而且他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。医生建议必须尽快停止食用牙膏。那大叔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吗？只见大叔转身来到厕所，直接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水倒掉了。同样对一种食物过度偏爱的，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夹了一块生鱼片，在上面放上满满1勺芥末，然后整个吃了下去。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芥末吧？朋友决定尝试一下，然后他就一杯可打进杯，拉完
另一个朋友讲话了，开玩笑，哪有这么夸张？我就很能吃芥末，这也没什么呀。一杯壳打进杯，拉完屎。说话间，他又吞了好几勺芥末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他说他完全感觉不到辣。芥末吃完后，又向老板要来了一碟芥末。老板说他是老客户了，我现在都考虑要把芥末收费了。只见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，再放上鱼和葱段，直接塞入口中，那味道非常的得力歇斯。即使工作的时候，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几口；喝水那也要在瓶子里挤入一管芥末，充分搅拌均匀后一饮而尽。喝汤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。米饭也要来上满满一管芥末，再加入一些配菜。就这样，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个。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20%，所以他对于辛辣感觉不敏感。那他真的健康吗？通过验血以及胃镜观察，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。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大量吃芥末，否则只能准备吃席了。大哥最后表示，为了健康会尽量少吃芥末。然而下面这个男人看了上面两人后讲话了：你们能不能和我一样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啊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色粉末，接着往菜上来一勺，米饭上加一勺，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。又到饭点了，1勺、2勺、3勺，汤里最少要加3勺味精，米饭也要来2勺，那小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。他吃得津津有味，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是的，水里也要加1勺。话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同事决定尝一下。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。大叔还说有严重的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也导致了糖尿病，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。大叔最后也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他最喜欢吃的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它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肉都香。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一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。你说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的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，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照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。她说竹子有酸味，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。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
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，大姐的牙口真好。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，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啊，节目组检查了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，直接吞了下去。底下抱起来就啃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不一会儿，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，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，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，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。
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，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战一下，夹起一块鲱鱼，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，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一会儿，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。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，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。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，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。怎么给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，越闻越上头，好想吃一口。不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盐，半斤辣椒面，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。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，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，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她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，味觉也在退化，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。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，大姐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，他抓起一把沙子在此呢，感谢小哥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。他说自己5行缺土，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，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，所以每当工作累了，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，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，舀上一勺直接开灶，只要吃上一口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。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3天都吃不上1顿饭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。这一次不要紧，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我替大家尝了，一点都不甜，比屎还难吃。最后我有个疑问，吃进去的是沙子，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？迷惑行为大赏，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。
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。